里是我军的防御纵深地带，怎么会有日军出现？请你赶快撤离，我派几个枪法好的士兵护送你。不行，我要在第一时间向总部汇报，在这里发现日军的突发情况。好的，你们两个背上电台，护送江主任到林子里去，快！ 快点，组装电台。主力一部突入我军防御纵深，对我第11师构成巨大的威胁，特此通告。让江中尉速报自己的位置，我们好去营救。马队，我去等一下。 抗战必胜！机对突入之敌进行轰炸。5月26日，日军一部
禁止天台关以南的沙坝丘、夏家冲一带。罗广文第18师正与其激战，目前形势并不乐观。第18师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长官部没有考虑到日军这次改变了进攻方向，突然间绕到了战线的侧后方进行突袭。目前日军3万兵马正在向我第18军第11师的方向挺进，胡师长只有8000人马，敌我兵力悬殊，实在是到了最后的危机时刻。我就不明白了，重庆军事委员会和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石牌将是日军重点的进攻对象，不停地调动部队进行防御，可到最后又让日军形成了一次以多打少的局面。唉，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这就是我们国军的将领在军事指挥上与敌军的差距，没有大的宏观的战略，没有真正的自信心，总是被动的做事情，一会儿过高的估计自己，一会儿又过于悲观失望，没有定力的指挥官和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偌大的江防战场啊，现在就要看11师的了。第11师胡师长你是认识的，当初他还是副师长，现在石牌侧翼的防守都靠他们11师了。现在再次派你过去，作为我们江防军的联络官，配合胡师长守住阵地，保卫石牌。你准备一下，明天出发。是。石牌要塞之防守，关系江防全局，全国瞩目，责任重大，不言而喻。务必以最大的决心，誓死固守每一寸土地，必使敌付出最高代价，而终于驱逐之，以完成我中华最伟大之任务。给长官部回电，谨遵军旨，力战求胜。是。哎，这个地方攻击得很猛烈。对，还有这儿。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军人以死报国，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今亲老家贫，妻少子幼，相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人生100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哎，师长，师长。师长，老崔，日军马上就要到了，这里势必会有一场恶战。我想请你把他们都带到秭归去，以免在这里白白的牺牲了。师长，这是。另外，焕之，我还要拜托你帮我带一些可以作为纪念品的小东西。如果要塞万一陷落，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江西省赣州市建城门外水东巷33号。曾广瑜夫人手。师长，您这是要留给夫人？平时我总教导你们，
要成功成仁。现在轮到我自己了，我怎么能不这样做呢？马革裹尸，战死沙场，本来就是每一个军人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现在这么做，也只是做个准备，以防万一。桓志，沙场入夜多风雨，人见轻提，铁骑来。报告师长，江防军联络官胡一生前来报道。哦，我的老朋友来了，快请。是。能否保住石牌，基于我第11师身上，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骄傲。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深知此战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到目前来说，日军的作战指挥是成功的，我们空有庞大的兵力，但却在局部上变成了弱势。而且我得知，是胡少校你侦察到的日军进攻情报。由此可见，我们的军事情报部门完全是形同虚设。胡师长，我目睹过您在战场上杀敌的英姿。我作为江防军联络官，愿意听从您的指挥，而且我盼望着能够在最紧急的时候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那将是我作为一名军人最值得自豪的事。我相信，党国有我们这样的军人在，日后亡我中华是痴心妄想。我将召集全体将士，举行誓师大会。陆军第11师今已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曰：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无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服神亲，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名训：华夷须言辩，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有今人视昔，无何揣验。进贼来犯，决与痛歼，立信，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矣。此事生为军人，死为军魂，胜利在握。生为军人，死为军魂，胜利在握。石牌即是我国之斯大林格勒，此战决定着国家的存亡，万望坚守石牌，并抓住机会对敌拒歼之。第18师战况不利，已经向大小犄角坡转接。第18军军部后移至天延平。日军第39师团正向我第11师31团靠近，11师将很快正面与敌交战。弟兄们，等小鬼子靠近一点，咱们再射击。
日军的正面攻势已经大大减弱，他们在真正的主攻方向上正不断的增加兵力。可是现在，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务必死守防线，不得随意更改部署啊！那边打得生死难分，这边却越来越安静。难道我们真要做壁上观吗？这样死板的作战，是在浪费战机。报告师长，刚刚获悉，日军的增援部队正在向我军驻地逼近。无所谓了，来多来少，对我第11师来说，都是要坚决进行作战的。现在最关键的是，我南宁坡主战场的形势很危急。如果日军拿下了南宁坡，就相当于拿下了石牌，那么我们就是有愧于国家的人。总司令。我们是不是可以派出医疗队立刻赶往第11师？这样做既不违反第6战区长官部的军令，又可以帮助友军。我们不能隔岸观火。我同意你的意见。报告司令，杨参谋长，日军开始对我军阵地发起攻击。日军现在发动攻击，目的就是阻止我们，不能立刻赶去支援11师。这次日军表现出了超常规的军事部署，其力图决战之意表露无遗。静妮妹子，静妮妹子，静妮妹子，让我和清嫂一起去吧。是啊，静妮妹子，让我和四妹一起去吧。胡长官他们都在那打小鬼子呢。再说了，多个人不是多个帮手吗？对。少校，您的机枪打得真是好啊，射击界面小，准确度高，实在是了不起啊！过奖了。哦，我是11师31团3营7连的连长李健。听说你身体不好，团长说了，让我下阵地去休养，但是被我拒绝了。您知道，在我们队伍里有所谓的航务派和学生派的争论。航务派一直以来说我们学生派到了战场上没有用，说我们怕打仗，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坚决不会离开这里的。我要给我们学生派证明。啊，当然了，打小鬼子还是第一位的。嗯。 师长，第18师已经做出了战略后撤，我军的第一线阵地除了仍坚守在南林坡的第7连外，其他的各部也都已经后移。固守南林坡阵地，对于石牌保卫战来说非常重要。告诉7连，务必坚守阵地，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坚持，务必坚持。 我要立刻组织人去前线，谁能跟我去？我去。我们可以去帮忙抬伤员。我打过仗，我还有枪。好，走。哎，走走。敬礼。抬走吧。霍少校，我们周围的友邻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了，但是师长希望我们坚持到晚上，然后趁着夜色撤离。我建议我们分开成散兵线，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日军炮火给我们带来的伤亡。晚上。 就以信号弹为号，给日军造成我们主力赶来要发动反攻的假象，然后我们趁着夜色，从日军包围圈缝隙中找机会突围出去。ご苦労だ。みんなご苦労だった。ご苦労。しっかり食っとけ。よし。中佐、どうぞ。 お前も食え。はい。前線でこんなうまい飯が食えるなんて、補給部隊が頑張ってくれてるおかげだな。僕たちがもうすぐ死ぬと知って、メイドの三宅ぐらいしか思ってないんじゃないのか。何かいろいろと不満があるみたいだな。すいません。思わず口に出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その不満とやらを打ち明けてくれんか。日本人としてすでにたくさんの人間を殺しました。僕の手はもう血に染まっています。誰がこんな人間にしたんですか。功績が誰にあるんですか。貴様は誇らしいと思ったことはないのか。思いません。 少なくともこの状況では中国人が僕たちに何をしたんですか。僕たちの国は侵略されたんですか。不条理な条約を無下に押し付けてきたんですか。中国は世界の問題児ですか。何をしたんですか。はっきり答えてください、古賀さん。
それは答えられん、小林。そうでしょう。それが答えですから。僕の不満の理由です。おそらく僕はあと少しで死ぬでしょう。そして日本にいる僕の母はその訃報を紙切れ一枚で知ることになる。ですが僕はどこで死んだのか、どのように死んだのか、ましてや僕は何を考えているかなど知る術はないんですよ。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どう思うんですか？小林、こんな時代には祖国のために戦ってくれとしか言えん。全て時代のせいですか？日本はすでに多くの若者の命を犠牲にしました。これからもまた死ぬでしょう。私たちにはもう何も残っていません。これ以上何を望むんですか？この状況でどうやって国を愛したと言うんですか？小林、他の意見には賛同するが国への中傷だけは許さん。ではこうしてください。構いません。別の戦いでどうせ死ぬんですから。何でもない。飯を食え。小林、貴様は善良な男なのになぜ祖国に対してだけはそうなんだ。軍閥に操られた国はすでに僕の祖国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が認めてる男がなぜ祖国を認めん。もうたくさんの仲間が死にました。僕の腕の中で友達が死にました。もうこんなの我慢できないんですよ。僕を訴えてください。軍法会議でも何でも書ければいい。国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勇士に対しそんなことはできん。爸了，我就还剩3颗子弹了，你那儿还有多少啊？一匣子子弹都打哪儿去了？老头要再非得说你不可。这老头啊，太不仗义了，把咱俩撇下，自己享清福去了。我就这么多了。一人4颗。好了。
上，哪里有森林美光？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路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烈阳。就一把，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就一把，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家在关内，流浪。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个爱的故乡。これは戦争だ。我々は何のためにここまでやってきた。我々の文化と理念を伝えるためにここまでやってきたのだ。突撃観光あるのみ。弟兄们，是谁杀害了我们的亲人？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现在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要替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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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恨！准备战斗！南陵坡的守军是好样的，参谋长到，务必通知到南陵坡守军，可以撤下来了。是。我军第11师、第18师的第1道防线已经被日军攻克。目前双方在曹家范、牛场坡、朱家坪、八斗方一带激战，并且日军每天保持9架战机驻战。第11师和第18师如果能够拖住日军的主力，给我军的反击作战予以充分的准备时间，那么我军就有可能对日军这个在大陆唯一的最大的机动部队予以重创，取得鄂西战役的胜利。但关键是要看第11师和第18师能不能做到了。这么美丽的群山，要是不打仗了，能来这儿玩该多好啊！是吧，四妹？在我眼里，这里跟我们土家寨一样的漂亮。快！快！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们是第18师负责断后的小分队，大部队已经转移，你们没有收到消息吗？日军冲上来了！快往林子里边冲！快走！抢救伤员！是，抢救伤员！抢救伤员！快！哎，医生哥！来，医生哥，大家来了，来了！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详细的以后再说吧。走，赶紧救治伤员，马上准备撤离。好，快点，抓紧时间！马上撤离这个地方。走，快撤！兄弟撑住！来，走，我没事。走，走。胡师长，医生，你们在南陵坡给我们赢得了光荣，也给你们江防军赢得了骄傲。师长，是我们的官兵们上下同心，他们用决死决生的信念，弥补了我们武器上的劣势。所以，决定战争的因素到了最后还是人。注意避！注意避！日军的飞机一到，说明他们的地面进攻就要开始了。医务兵，救过来！医务兵，快救人呐！忍着点啊，来，坚持住，撑住，撑住！来，把他抬上担架，快，小心点啊！来，小心！医务兵，你们赶紧撤离战场，小鬼子马上就打来了。你们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伤员，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明白。七嫂，跟他们一起撤。準備しろ！突撃準備だ！目標は正面の中国軍陣地！撃て！大丈夫か？しっかりしろ。耐えたのか？お母さんに伝えてくれ。痛かった。ダメだ。しっかりしろ。打走战场！打走战场！
总护，有目标了吗？当然了，我看到一个小鬼子的眼镜框，绝对是戴帽做的，我一直盯着呢。我发现跟你小子打仗，就像跟120-250的小商小贩做买卖。我是国仇家恨、发财致富，样样得有，大智慧，懂吗你？快撤啊，富贵！嘿，快回来，都回来！日军马上要炮击了，快回来，回来！啊！哎，那眼镜框，那别给我炸碎了呀！我得捡回来。快回来！富贵，快回来！富贵，你快回来！回来！回来！我的。 抢回来！你少废话！你现在这么冲动，有比你更合适的人去救他。谁比我合适？掩护我，我去。这是命令。这下让娃子看笑话了。长官，你不能去啊！别的，胡长官。 奴を正面に近づけるな！撃て！当兵的回，当兵的给我回来！当兵的，胡长官！长官，不要来，这里危险呀！不要过来！ 麻烦了，富贵，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回去的。あの男を捕まえろ！イエー！ 我们的飞机，我们的飞机！あの戦。 富贵哥，你坚持住，回头我给你买条金腿安上，没事。那我不就真的成金猪了吗？快点，宁护士，把他治伤！坚持住，富贵。宁护士。
别忙我了，我真的不行了。富贵，一定要挺住。你要是真想帮我，能让我摸摸你的脸吗？我到现在还没有摸过女人的脸呢。真光溜啊，好美！娃子，长官，嫂子。副长官，我叫钱富贵，我奉命做您的警卫员兼勤务兵。我其实不喜欢打仗，金钱的钱，有钱就富贵的富贵。我再去给你打一盘啊！自从遇到了你们，我快乐极了，真的，我现在就是去死都值了。兄弟一场不容易，说分开就分开了。行了，不管以前是我错还是你错，我都先向你道歉，行不行？谢谢了，八斗方阻击战，战后曾在日军相关战史中多次被提及。对参与八斗方作战的中国士兵，亦称作值得心存敬意的顽强之敌。中国軍の8度兵での防御は非常に頑強です。第38師団は1000人近くの死傷を出しております。戦況はどうだ？中国軍は石碑最後の防衛線に後退しました。各師団に伝令しろ。徹底的に奴らを潰すまで攻撃しろ。今世界中の目線がここに集まっとるんだよ。重慶の命運もここにある。江防军已撤至五显庙，第18军军部后移至三朵坪附近的杨贵店，第18师向金刚亭以西转移，第3师正向青林口进发。现在我石牌外围阵地均已被日军攻破，日军已经接近我石牌主阵地。当前日军每天以9架战机3小时持续轰炸，我11师的阵地堡垒均已被敌摧毁，并且日军还释放大量毒气，我军伤亡严重。王敬久的第10集团军正在星夜赶来，准备暗渡陈仓，克服渔阳关。如果渔阳关得到克服，则日军进攻石牌之部队就将遭到关门打狗的下场。鄂西战役的胜局将属于我们，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就取决于石牌的战况了。
我军的弹药已经严重短缺，如果弹药不能及时输送上来，石牌主阵地恐怕就会被敌攻克了。石牌正面战场上，第11师他们弹药短缺，他们一再向长官部告急，但是长官部也没有办法，我都替他们着急。总司令，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长官部不允许我们调动任何军队啊！不需要调动我们江防军。哦，我还有更大的队伍，这支队伍绝对能够担负保卫石牌的重任。这些都是送过去陪你做小买卖的，你等着，富贵儿。
嫂子怎么办啊？当兵的，你过来。胡少校，我们这里到底能不能守得住，能守多久，取决于第2军能否尽快的收复渔阳关。是啊，渔阳关易守难攻，如果不熟悉那里的地形，是很难攻克的。所以呢，作为江防军的联络官，我觉得现在那里才是最需要你的地方。我相信你们江防军吴奇伟总司令、杨帆参谋长也一定会这么认为的。卑职明白。弹药运上来了，弹药来了，弹药来了，来，这包公事，快，来吧，快，这边，来，这边，再多几个沙包，来，拿起来，来，交给我，再来一包，来。
胡师长，弹药来了。杨参谋长，您来的真是太及时了，谢谢你。只要有人民支持，就永远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真是太感谢你了，参谋长。分开放。长官，你不能不带我一块儿去啊！每次都是我和老头、富贵还有满团一直跟着你。现在他们都走了，我得替他们保护你，追随你。你的伤不适合骑马。长官，长官，我这辈子没有求过别人，也没给别人跪下过。但是这次我恳求你，让我替他们报仇。您就带我去吧。命令王敬久第10集团军全速向渔阳关天柱山进发。命令新23师不惜一切代价克复渔阳关。我是江防军联络官胡医生，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各位，目前为止，渔阳关的守敌是日军第13师团第104联队第2大队，他们的大队长是接种义昌大尉。目前，渔阳关地势非常险恶，易守难攻。如果我们从正面攻击，一定会出现较大的伤亡，而且将会事倍功半。我建议越过后山，去偷袭敌人。撑住，坚持住，撑住！兄弟，坚持住，顶住啊，兄弟！如果渔阳关不被攻克，日军对石牌的攻击就不会停止，我军围歼敌军的计划也不可能完成。目前，渔阳关是重中之重。师长，我们的指挥部是不是可以向后撤一点？不可以，这样的问题不允许讨论，没有讨论的余地。指挥部半点都不能后撤，再撤，石牌就完蛋了。是。麻子，来，抓紧点儿。僕たちは漁洋館を守備する命令を受けた。多分司令部がそこに訪れるであろう危険を感じたのだと思う。みんな速度上げろ！発しろ！5
もうすぐ着くぞ。早く。彭山勇已经察觉到自己在鄂西战役所投入的兵力不够，所以这次所谓的前期行动和上两次比要不利得多啊。他可能会孤注一掷，和我们进行最后一搏。石牌防御作战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总司令，我请求到前线去，现在那里正是需要我的时候。好吧，老杨，多加保重。是。日军全线发起了猛攻，各战线防御作战的压力大增。宣千军于一发。1943年5月28日，中国军队收复渔阳关。全ての学生作戦に参加した師団は5月31日まで互いを援護し、6月2日までに開戦前の駐屯地へと撤退する。令江防军就目前的态势，向当面之地追击。第10集团军以主力沿渔阳河两岸，以一部沿清江河北岸向枝江、红花套方向追进。第74军驱逐王家场、暖水街一带的日军，继续向公安、磨盘洲挺进。同时令第26军、第33集团军向当面之地攻击。规定的追击时间为6月1日。告诉各部，对敌追击，务必一往直前。为配合陆军作战，保卫石牌，中国空军和美国盟军战机频频出动，在宜昌战场或宜昌外围战场对日军不间断实施打击，坚决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和后续弹药增援线。在石牌大战的最后时刻，中美空军联手同日军战机展开激烈的空中格斗，先后击落日军战机6架。中国海军坚守的石牌要塞，顶住了日军一轮轮空袭岸炮轰炸，不断向长江江面布放漂流水雷，一次次阻止了日军舰船的溯江西上。铁打的石牌，铜铸的要塞，石牌要塞官兵与石牌炮台共存亡。
大丈夫ですか？誰か！誰か！大丈夫ですか？大丈夫。誰か！衛生！構わない。誰か！衛生！别动！住手！把他带走。起来！走！侵华日军士兵小林，本名小林一夫，战后成为日本广岛日中友好促进会成员，并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专程到宜昌谢罪。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都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石牌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以弱胜强、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的